好，欢迎回来，新闻大白话。我们来关注一下尹锡悦现在下场不太好哦，双倍限制哦。南韩的司法部也这个出手了，说他现在因为涉及叛乱，所以禁止出境哦。所以南韩的司法部现在批准了这一项命令的申请哦。他们是由南韩的高级官员贪腐调查办公室哦，今天早上对外表示呢，已经对尹锡悦实施禁止出境令啊。哎呀，糟糕了，这不是对于尹锡悦来说很不好吗？他就不能去美国唱美国派了，这个川普上任他就来不及去了，赶不上了。那你看到，其实不光是尹锡悦，包含了韩国警察厅长，还有首尔警察厅长也都被限制出境。那现在目前警方啊，据报还在考虑是不是要直接把他给紧急逮捕哦。那所以看到了这个尹锡悦，就是现在检方认为，你跟这个前防长金龙显哦，你们是不是合谋内乱？所以现在打算要申请哦，就把两个人就是向法院申请逮捕令。你们应该是涉及内乱以及滥用职权的重罪。那在野党现在打算在这个星期六要再度弹劾尹锡悦。国民力量党的党员哦，他们的各办公室哦，现在都被丢一些这种吊唁的花圈啊，跟鸡蛋啊，就代表说你尹锡悦不下台啊，你同党同志都要遭受到同样的波及哦。那南韩各地包含了从首尔啊、福田啊。这些大邱啊，这些城市哦，都已经连续多天的示威活动哦，让大家没有办法平息这个愤怒。国民力量党的这个105位杯葛弹劾的议员哦，那他们现在的照片啊跟名字都直接被刊上了头版，就说你们怎么可以挡下这一个弹劾嘞？你们这个执政党怎么可以这个样子搞呢？所以直接是这样子就人民跟这个执政党开始对干起来了。那我们看看这个《金融时报》讲说，看到了现在目前种种的情况，让大家想起以前的光州民主化运动这个烛光抗议的这个事件哦，感觉上面还会直接扩大哦，因为那个时候的那个事件大家还记忆犹新啊。还有这个朴槿惠呢，那时候也是，她不是闺蜜门吗？闺蜜门导致了民怨四起哦，也是这个等于说被人民给拉了下台。那尹锡悦什么时候会下台呢？南韩的执政党说最快明年5月总统大选，但人家等得了这么久吗？还有5个月时间呢，这个恐怕你看这样的愤怒的怒火是现在目前没有办法消散的，5个月很难呐。那另外一个罪魁祸首，大家觉得说是第一夫人金建熙，现在连这个韩国的法务部也火速就是要批准尹锡悦之后，可能下一个瞄准的就是金建熙哦。那他们说这个是韩版的妲己啊，因为金建熙误国。尹锡悦还曾经说一番话哦，因为他讲说这个自从他上台之后，他争议非常的多，还甚至爆出过曾经当过酒家女儿卷入名牌包的风波。但是尹锡悦曾经讲，他宁可再娶一次金建熙，也不要当总统哦。那韩国的网友就听不下去啊，就说真想把这个女人交给这个特别检察官，这是内战的罪魁祸首。这样为了金建熙，然后宣布戒严，真让大家始料未及哦。那另外，这个对于日韩来说的话，现在中国大陆也采取一种不同的一个态势哦。对于韩国的话，是一个拉拢的做法，然后对于日本呢，好像是比较军事上面威吓的做法哦。那目前南韩的年轻人因为他们现在才刚开放嘛，就是可以免签去到中国大陆玩。当然日本也有开放，不过南韩这边就是像我去大陆玩的时候，就一直遇到韩国人，就好多韩国人去那边玩哦。他们就是周五下班去到中国大陆玩的热潮非常的多这个周末2天1夜刚刚好，所以他们觉得哇，现在变成一股新的风潮。还有一些南韩游客也会去上海玩哦，因此这个旅行社接单大幅增加。那对于日本来说的话，同样也有大动作，虽然开放你来旅游，但是呢，在海军来说，日本防卫省他们就有监测到说，解放军的海军有3艘的舰艇分别在当地时间7号、8号穿越了宫古海峡，驶入了太平洋所以他们的防卫省紧急派遣了飞机啊、船舰啊来进行一些跟踪或监视就是很怕说有什么擦枪走火的感觉。而美日防长呢也赶紧碰面。他们讲说，接下来美日韩我们还是要站在一起啊，还是要合作啊。那但是这样子的一个同盟关系到底能维持多久呢？会不会川普上来就不再有这样的同盟关系呢？可能还存在着变数。我们来问一下帅将军。首先我们讲韩国的问题
韩国这个民族性是蛮强的。我很早这个事情一爆发的时候，我就先提光州事件。为什么呢？因为1983年我到韩国访问21天，他们80年发生光州事件。对，那个时候我接触很多韩国军人，就对这件事情影响太深。对老百姓对这个事情也记忆太深。因为当年暴动死了不少人了。对，所以这一次你一宣布戒严，所有的回忆都来了。对，所以这个民意的反弹是很强烈的。第二个，现在开始里面的资料暴露越来越多，早在9月份就在策划这个东西，所以这里面曝光了警察厅长有介入的，谁谁谁保安司令有介入的，谁谁谁介入，这不是一个偶发事件，这是一个从9月份就开始在酝酿的，在规划了，所以老百姓更气了，更气，因为连那个抓捕名单都出来了，包含你自己执政党的党魁都在尹锡悦的抓捕对象，何况是在野党，所以这一波的反弹不会那么快结束，所以尤其最厉害的一招是把你国民党这个执政党的所有议员的名字、姓名、家里电话地址，统统给你登到报上，你还要不要选下一任呢？所以在这个压力之下，说不定下一次的弹劾可能会过关。因为要不然的话，警察局为什么讲了我要逮捕了什么？大概他们自己估计也可能会过关。对不对？这一次事件损失最大的是美国，拜登搞了半天，日本、韩国、美国的联盟，这些出现了问题了。对，最甜美的尹锡悦下台，万一是在野党的姓李的上台，那亲中了，那你怎么办？第二个，韩国本来就不喜欢跟日本合作，是美国在那用强力胶把这大家送作堆，这个堆并不稳固。韩国里的反美派也势力不小，也不小，所以这一次中国大陆就借机会出手了嘛。先拉拢韩国，推拒日本，因为日本受美国的钳制更深。对，但是石破茂是有一点点的表态，但是力的分量还不够。所以给你一点压力，你看看要不要跟中国大陆再恢复关系嘛。所以这个给这个压力也是。希望下一次石破茂接着中日建交多少周年再回来再来谈，所以我想损失最大的是拜登忙了个半天的东北亚的这个联盟忙了个几破局了，所以现在这个问题啊，美国大概也焦头烂额，以色列的问题、俄乌战场的问题、叙利亚的问题，这个时候再来兼顾这个是一个空窗期，力量是不太够的。对。那这个尹锡悦的老婆，那更是很多事情被挖出来的，加油添醋啊！我接触过韩国人，我跟他们在美国4个韩国军官同一个宿舍，很了解他们那个个性。你说他自大，他也很自大；说他自卑，他也很自卑。自大的时候，连孔夫子也是他家人，对不对？这次韩国青年到大陆去玩，当然你知道吧？东北的很多菜式跟韩国菜差不多了，什么人参鸡汤啦、打卤面啦、炸酱面啦、这个泡菜啦，而且中国东北本来就有很多朝鲜民族，所以吃的喝的玩，人的旅游都要吃得惯住得惯，这个玩得畅快又便宜嘛，所以拉拢韩国是有点作用的，你开放你年轻人来嘛，你不要老是被政客像台湾一样丑化中国。说连高铁都没有椅背，你来看就不一样。所以你看，中国大陆现在大量的全世界免发签证了，免签证你来嘛，新疆问题什么你进来看嘛，你看完你回去你会说嘛，因为这个问题，这次美国是吃了瘪了。好，来请教赖老师。我觉得把金建熙跟塔吉来比较不公平了，因为这个塔吉是自然美那金建熙我就不知道了这第一个。那第二个呢，就是原来的这些统治者自己无能，自己喜欢美色，然后这个不把国政弄好，然后甚至荒淫无道。那是男人自己要负责嘛？怎么把责任怪在女人身上呢？而且真正历史上他没那么坏啊。没有啊，所以我觉得这个就是大男人主义的一种作祟，把责任都怪在女生身上，哎呦，好像男人都没有罪。我觉得这不对的。
那我要问的问题是在于说，你这个尹锡悦，你宣布戒严，难道是金建熙要求你宣布戒严啊？那决定权还在你啊，又不是他。你可以说我不要，你可以跟他劝说，这个不适合，不应该这样做。我学法律了，我知道这个是不应该这样做。更何况没有任何证据显示说这是金建熙做的啊，是金建熙要求尹锡悦宣布戒严啊，怎么又怪在一个女生身上呢？不公平，不合理。还有尹锡悦也莫名其妙，你已经当总统了，你再来吃老百姓的豆腐，说，哎呀，如果要我跟我的太太选，我还是再选他，我不要当总统。你总统已经当了，那你也不可能不再当啊，那要不你就现在辞职啊？对啊，你现在为了保你太太，你就辞职。结果也没有啊，所以我觉得男人一张嘴，而不是男人一张嘴。年纪大的男人，年纪大的人只剩一张嘴。不是这种嘴实在是没什么道理。你今天你如果真的要保你太太，你在谈判内部的时候，你就是说，那我辞职下台，那把太太保住。我觉得你要不你就这样做嘛，也没有嘛。那国民力量党的问题在哪里？国民力量党的问题是在于什么时候人民愤怒到受不了的时候，他什么时候妥协？可是你不要忘了，国民力量党的总理跑去见这个美国驻韩国的大使，那换言之，也就是说，你是不是在向美国请示，说我那个是不是这个尹锡悦就让他下台了吧？不要再撑了。为什么？不然你韩国力量党怎么会一变三变再变，一直在变？你看，先从支持戒严，不支持解严不可以通过，然后到反对弹劾，到赞成弹劾，然后到反对弹劾，怎么会一个党变来变去，然后变到老百姓的愤怒？韩国的司法机构也没什么了不起了，为什么？那是人民的愤怒，所以韩国的司法机构才硬起来。当初不是要这个调查这个金建熙吗？那韩国司法机构后来不是说不起诉吗？对，这个就是权力在位置上的时候就没有那个勇气。等到他出问题了，老百姓愤怒了，我硬起来了。不过总算硬起来了。台湾的司法机构对以后违法乱政的元首也要这样做。好，文彦老师。那个韩国的事情啊，非常非常的蹊跷，有3大谜团啊。目前为止，我看了所有的讯息啊，无法解决了。第一个的话呢，尹锡悦干嘛干这个事儿啊？有这个也不见得就是说是完全听他老婆的话，或者说什么样的话的，就确实了啊，这非常奇怪。因为我昨天还跟我们这个在我们这个学校里头的那个韩国留学生聊了一下嘛，他们也觉得很奇怪。这是第一件事情，你觉得基于什么理由？然后第二件，那个韩东勋呢，就是那个国民力量党的那个党魁啊，他更是奇怪。原来的话呢，表现跟李在明是一样的。后来的话呢，就是还要开除尹锡悦党籍了。结果后来投票的时候，在7号下午投票，居然的话呢，先投一个案了，他们没投票，他们投票是要不要让金建熙接受特别监察这个被否定了以后，他们没投票就走了。走了以后一看那个李在明的那个党就没办法，就获得了2/3票数，所以也就不投了。现在说继续示威这种情况，据说14号要再投票一次，一直要不停的弹劾韩国要论。然后我觉得韩东勋也是个很奇怪的事情。然后第3个事情就是美国的态度因为我觉得说美国不知道，然后说是美国现在态度的话，美国是心甘情愿吃这个亏吗？然后是这种情况，我觉得可能是扮演很关键的角色。不过这个时候呢，因为资讯的关系所以我就不多做评。但是我针对于这个给韩国跟日本免签的事情，我稍微表达一下我的看法我觉得，因为这事情是免签的事情是先发生的所以说已经2个礼拜了。我觉得大陆本身来讲的话呢，目前为止他意识到就是说话语权的部分呢，那个所有的这个话语权的话，我们台湾地区的话呢，因为那个民进党一直要说大陆这个不行那个不行我们去大陆很方便嘛。所以大家回来都讲说没这回事对不对？高铁有椅背然后大家都在吃茶叶蛋这根本没有问题所以说呢，现在一个真正的问题就是说，所有的这个西方国家为首，大陆这个给了将近40多个西方国家都是免签的，而且从15天延伸到30天那昨天我们系上的日本同事非常高兴他带队让我们到大陆去开会因为他终于可以去了这个是表现出来的一个想法。这个实际上的话呢，我觉得大陆这个是产生了3方面的影响力第一方面的话呢，当然是自信心了就是你来看嘛就是说是。然后第二方面的话呢，就是强调现在不是在拼经济嘛，观光的经济的话呢，你对我不开放可以，我对你先开放，你来看看嘛。
然后第三件事情的话呢，我觉得这个消息非常重要，就是韩国的年轻人啊也喜欢到这个坐1小时啊，也喜欢到上海去，这个真的是我觉得这个非常好，朝向良性的方向发展。好，我们先休息一下，广州马上回来。好，俄乌这场战争到底川普有没有能力立刻把它结束呢？他现在搬出一张牌叫什么呢？中国牌，厉害了吧？他说现在要把这个中国大陆拉进来。接受 NBC 访问的时候他说接下来要减少对于乌克兰的援助哦。那甚至还提到了，就说不要以为我们美国不会退出北约哦，你们北约哦如果没有付这些国防账单的话，我们美国也是绝对有这个退出的可能性啊。那另外还点名了说，现在这个俄乌战争啊，他不是说自己要结束吗？就现在把这个习近平扯进来了。他说中国可以帮忙啊，他自己在他的这个社群平台这个True Social 上面讲说，俄乌应该要立刻停火，并且开始谈判太多生命毫无意义的浪费，这样情况下去可能会变成更大更糟糕的事情。我很了解普京，他现在是采取行动的时候了。那你看前面先上了一个价值，然后再来呢，泽伦斯基跟乌克兰应该很乐于达成协议，一下讲说我懂普丁，一下讲说乌克兰也很乐意，最后呢中国可以来帮忙，这是不是很厉害？川普真的是讲了半天，结果都不是他的事情。那再来你看看这个外电也报道大陆驻美国大使馆拒绝就习近平还有川普最近任何一个沟通发表评论只表示说北京欢迎支持一切有助于和平解决危机的努力就是不想跟你一起唱和啦，不要掉进你这个局里面。那目前呢，这个叙利亚变天的时候，为什么川普不理叙利亚，就说这不关我的事情啊？然后呢，为什么就转移到了这个俄乌这边来讲说中国大陆帮忙呢？就有分析讲说，他可能现在要推动俄乌谈判可能不太容易，所以赶快把中国给拉进来。前面就上了一堆价值，说我们都希望这个毫无意义的生命浪费要赶快停止下去。那你怎么不说你自己没有办法呢？你之前讲那个大话讲那么多。那再来，泽伦斯基是不是打算要把大家拖下水？因为看到川普是不是都投降了，打算要打中国牌，请中国来帮忙的时候，泽伦斯基在讲现在呢，这是俄国媒体讲的，泽伦斯基称跟川普讨论邀请乌克兰加入北约没有意义，因为川普现在说话不算，他已经感觉到了川普现在讲话都不做准川普好像也无能为力所以他们现在开始自己也往后退了一步。那他们现在要提议说欧洲的军队要驻守乌克兰，现在要转向欧洲来帮忙了，就是说我们如果乌克兰沦陷的话，不要说欧洲来，欧洲你们要来驻兵然后还喊话说你这个非洲还有这个其他叙利亚什么，你们这些可能都会变成俄罗斯侵略的对象所以这个如果我们乌克兰没有撑住的话，你们通通都得要一起这个遭受灾难现在开始在那边把大家一起拖进来。那所以就是美国也在拖中国进来，那这个乌克兰也在拖大家进来。那我们来看一下俄国的国会对于是否这个我们来看一下，近10年来，阿萨德其实他一直仰赖俄罗斯的火力支援。那俄罗斯呢，他因此也获得了东地中海的据点。那目前失去阿萨达这个盟友恐怕对于俄罗斯的确是有一些影响。那专家指出呢，俄罗斯应该不会就此退出叙利亚，而俄罗斯普京反倒会因此，因为叙利亚现在动乱嘛，所以他可能会对于乌克兰的执念会更加的强烈又开始有这样的声音出来。那另外我们看到美国的国务院发言人马修他说，现在呢美国还打算要提供乌克兰新士兵的训练提供他们必要的武器。请注意这是拜登政府这是拜登政府我们刚刚讲了那些是川普所以现在美国你看消息的时候会觉得怎么一下帮忙一下不帮忙，因为是来自于这个看守政府跟接下来的政府是完全不一样的。那所以像乌克兰的议员他们讲说我们已经要动员女性来参加了，一下子说欧洲来参加，一下自己也要靠自己嘛，乌克兰女性也要开始，现在已经差几步路女性就要上战场了那所以他们说这个波兰的无人艇
他们首次使用这个波兰的无人艇，现在来反击，就是克里米亚大桥这边要进行一些反击。但是呢，因为冬天越来越接近了，我们查了一下，现在乌克兰是-1度哦，所以已经非常的冷。可是俄罗斯在这一阵子以来都是在攻击乌克兰的能源网，所以现在这场战争已经不是站在乌克兰这一边了，赢面上面，或者是说在这个气候问题上面，这乌克兰绝对是一个逆风而战呐。那俄罗斯还派出了伏击无人机的战术，人家讲说恐怕是会改写接下来的战场规则，对于未来的战场就是一个无人机战场，从俄乌开始。我们来问一下帅将军怎么看？这个泽伦斯基现在叫垂死前的挣扎，就是前面讲的胜利计划就变成一个很好笑的东西，他已经讲老实话，用外交解决，外交解决就是人家列强怎么瓜分你的，对不对？那所以他现在唯一不放心的就是，你们可以谈，我可以谈领土的问题，但你们要提供我保护啊，对不对？他忘了川普是什么角色，川普讲你们欧洲啊，你要怕人家俄罗斯，你拿钱来保护，你不拿钱的话，谁都不保护，所以欧洲也被卖了，你知道吧？川普哪里会有兴趣搞这个？他要马上树立他的威望，就是调解俄乌战争，这个支票马上要兑现了嘛。我们劝架自己分量不够，我把赖有个钱也拉上，把远教授也拉上，我们一起劝，对不对？因为全世界3大明星嘛，中国、俄罗斯、美国嘛。你像那个周杰伦唱歌，还把江蕙给拉出来，对一样道理嘛。还有五月天，对啊，都很多了。问题就是说，美国现在要调停的事情，要劝的。泽伦斯基一定是这个条件那个条件啊，欧洲要派兵，你要派维和部队替我守疆界，我的领土又要收回什么什么什么。那旁边讲，哎呀，你也打不过，你再打下去就死路一条，对不对？俄罗斯扮黑脸，那中国可能扮点白脸啊，对不对？所以这个东西啊，我们看这个世界大局啊，以后跟人性处置差不多的，跟你家邻居街坊打架那个事情看都差不多的。第二个，川普的态度很清楚，我是在跟中国打经济作战，外交上、国家安全上有来有往，不见得是断了双方的这个对话，对，毕竟两个都是核子大国嘛。第二个，泽伦斯基就有点扯，你们不救我，下一个就是整个欧洲了，你不要法国、德国，你都跑不掉了，这俄罗斯会侵犯。其实俄罗斯只有一个国家有兴趣，克里米这个叫一下子忘记了，立陶宛，不是立陶宛，不是波兰，那个很小的，叫摩尔多瓦，不是，就是跟乌克兰一样的问题。他也有白俄罗斯，不是他的克里米亚，乔治亚，对了，我想乔治亚也有很多俄国人受到乔治亚人的压迫。我们不用讲，光想就好了。我现在年纪大了，别瞬间网很厉害。乔治亚里面有很多问题，跟当年乌东的时候那个俄国跟乌克兰爆发的原因是一样，俄国人受到欺负。乔治亚是很小的一个国家，乔治亚也对俄罗斯有感觉，所以你要说俄罗斯对欧洲的威胁，除了你乌克兰变成安全带以外，乔治亚的问题迟早还会处理。因为他觉得他的俄国老百姓在那边受到欺负嘛，而且乔治亚很小了，根本谈不上对你北约这个东西。所以北约那个秘书长放那个话，川普理都懒得理你，那个吕特根本搞不清楚。德国你还要出兵，你有多少兵呢？德国全国的国防军跟我们台湾差不多啊，10几万人啊，扣掉海空军，你能去守1000公里的这个维和线边界线嘛？乌克兰从北边从基辅一直拉到奥德萨，你说多长的一条路？你怎么维持？你拿什么东西维持？对，所以政客讲话，我一再三讲，政客讲话打个一折听听了，真的嘛？你看他们哪个人有兑现的？对不对？包含川普自己喊的那3大条件，每样事情只能兑现个10%就不错了。把地痞流氓移出去，凡是有生产。那个加州有生产的果农的工厂的工人，他是不能赶了，赶了美国企业也垮了，你知道吧？这个关税也是可以谈的啦。漫天开价，落地还钱。你们看好，我们看这就是商场上的行为法则。
所以未来看国际局势就用市场对，的因为法则来看啦。大老板是川普嘛。哎，好，我们来问一下赖老师。不过川普有趣了，因为他之前他说他跟普丁的关系非常好，像兄弟一样的关系哈，巴蒂巴蒂的，真的好。就发现还隔一层。那理论上来讲的话，不如中国大陆那他原来也很有把握，24小时就搞定了。那现在为什么要请中国来帮忙？就是他慢慢的发现没有那么单纯，没那么简单，他的影响力也没那么大啊。即使他跟普丁是兄弟，可是也叫不动，还要一个更后面更大的兄弟啊才叫得动。可以影响俄罗斯的。那个更大的兄弟，那不是比我还要大了，比我影响力还大了。那中国大陆会怎么面对川普的这个要求呢？就是希望，中国老大哥，你来帮帮我啊！我一定要摆平这个普丁的事。我现在是老二，你是老大，普丁是老三。我这老二摆不平，老三，你老大出面嘛。那潜藏的台词是这一段，对不对？我想大概是这样子的意思。那中国大陆就说：“不对啊，我之前我有提啊，中国我跟巴西提出来的提案，对，瑞士欧洲国家，瑞士觉得很好啊，那要不要用我们这个提案来试看看啊？那如果川普说好啊，那我们就用你的提案，那不是就搞定了？因为美国一倒，整个北约就倒过来了，不是就这么简单吗？所以到底未来是谁主导俄乌的和平？那是中国来主导还是美国主导？我们也来看。那泽连斯基的问题越来越小了，因为在整个全世界绝大部分的国家都不愿意卷入俄乌的战争，所以俄乌的战争卷进去的就北约这个组织30几个国家在内，其他的大家都做壁上观然后都当和事佬，劝和不劝打。那劝打的只有北约他们劝打。可是现在打了几年下来了以后，他们已经精疲力尽了。其实他们也不想打了，只是说这颜面要怎么摆下来的问题。颜面摆不下来又不想打，那就只好大家演一场猴戏。所以这个泽连斯基现在到处去讲话的时候，坦白说听的人已经越来越少，尤其是这些政治领袖愿意听他讲话接受他意见的越来越少。所以我个人是认为泽连斯基的主张根本走不通，因为俄国不会让欧洲的军队进入这个区域的。好，请教苑老师。我觉得川普接受 NBC 的访问的时候，突然讲出这个点名中国可以帮忙这句话，配合我们第一段讲的话，就说川普有没有要保台啊？这个大家看得很明显嘛，对不对？你不可能说一方面要求你帮忙，另外一方面讲说什么的。这个就大家从这个脉络中就可以了解到川普当时说了什么话。所以说是联合报队还是自由时报队，大家心里非常清楚嘛。我们就要做这种厘清的事情。然后第二件事情的话呢，同样的情况那个泽伦斯基讲说现在跟川普讨论加入北约的事情没有意义是俄罗斯的媒体放出来的消息这个其实也有问题的啦。为什么呢？因为讲到说他现在说的还不算，补上这句话的话，这种明白会得罪人事情，不是这种政客会讲出来的话就是请大家要稍微了解，泽连斯基目前为止情况很惨，他心里的压力非常大，他身上背了几十万条人命开玩笑对不对？乌克兰本身国不成国的这种情况下，你晓得吗？所以他基本上讲话的时候，他只有要依靠美国嘛，不管是拜登也好，是川普也好，能不能靠得上，他是希望他们能够延续，大家都很害怕，泽连斯基特别害怕。第三个，我必须要强调那个Marshall Miller他讲的话简直是混蛋到极点了他怎么可以限制他们这个拜登先建议要征兵征到18岁，现在连女生都要征兵了。你怎么不叫美国女生打仗？美国女生愿意打仗，但是那个是义务制的征兵跟那个自愿当了兵的意义很不一样乌克兰有女兵，但人家是自愿来的。他现在这个兵役制度那你觉得说你讲这种话的时候，你有没有良心你是不是我们人类你还相不相信有人道主义这回事难道你现在在零下的这种气温底下，要乌克兰征兵打一场没有什么把握战争，而且基本上我们长期的认为说这个根本就不应该发生的战争，那个马修米勒本身来讲的话呢，自己看起来就不像个军人的样子，他怎么可以讲这种话呢？实际上他讲这种话的时候所出现的一个过程，让人家会发觉说美国前后任的总统的立场非常非常不一致对不对？你一边的话要他征兵，如果傻乎乎的真的听了以后征兵征到一半的话呢，这个停止了，
那就割地了啊，那赔款是不可能了。乌克兰没什么钱，所以我觉得说马修米勒讲这种话的时候，前一阵子每次遇到这种事情，就是说你俄乌战争如果不停止，这是川普讲的，这是一场没有意义的战争啊，所有的战争都不对啊。事实上的话呢，你本身的情绪上来讲，也应该到时适可而止，借这个机会下台。你怎么叫人家去征兵，而且还征女兵啊？对不对？那开什么玩笑？他18岁到25岁一争的话，就断子绝孙啊！对呀，因为男生我跟珊珊你讲了断子绝孙好多次，我一开始还觉得说没有这么严重，后来想想还真是断子绝孙。欢迎收看《新闻大白话》，我是主持人翟轩，马上欢迎一下这个阶段加入我们讨论来宾，退役中将帅化明，主持人好，各位观众大家好，国际事务专家赖岳谦，主持人好，观众朋友大家好。台大哲学系教授苑举正，蓝圈好，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蓝轩，翟轩，对不起，听得出来，听得出来。好，我们来看一下啊，这个川普的一个最新消息啊，他接受了电视媒体访问的时候，他说，他跟习近平通了电话哦。那他证实呢，是大概在12月3号的时候，因为他是在专访的3天前嘛，大概是12月3号的时候，有跟习近平通了电话啊。那他讲说，他从没说过要保台呀。那当然呢，我们今天看到了这个3大报的标题哦，很不一样哦。这个联合报就是用这个标题说从没说过要保台，但是呢，你看到自由时报的标题就是告诉你说，我叫北京不可以这个入侵台湾，所以他们画的重点是不太一样的哦，要告诉你的讯息是不同的。但事实上，我们真的必须得要看清楚这个讯息，他没有要保台哦。所以如果当民进党告诉你说这个美国会为我们出兵的时候，你看看川普说的话是什么。那再来呢，他说他也跟这个如果中国大陆在他的任内入侵台湾的话，也就是说这个自由时报特别画的这个标题那他是这样子讲完之后才说是否他会承诺保卫台湾，他说我不会这么说。主持人就讲说你有没有跟习近平传达这个讯息，不要侵犯台湾？他说我们没有谈到这一点，我们谈了其他事情但我们的关系非常的好，我希望他不会这么做。所以真相是这个样子还原一下真相，他是讲说他没有聊到这个事情那是这个 NBC 问他说，如果大陆入侵台湾，他会不会保卫台湾？那但是呢，自由时报告诉你的是说，我叫北京不可以入侵台湾，所以你看一个报道有那么大的落差呢。那所以你看看，像他其实呢，就是在当选的时候，他们两位呢，这个习川已经通过1次话了，这算是他们今年的第2度通话。那再来有一个消息是说，解放军现在目前有90艘的军舰首次的第一岛链军演所以现在已经不是联合利剑什么 ABC 了，已经是第一岛链的军演了。他们现在呢，从6号的凌晨1点开始，从台湾的东部这个绿岛东北东方50到60海域来滞留这边，所以呢，海巡署呢，他们第一时间巡防船舰1对1的平行应对大陆的海警船。那这个数量其实非常惊人刚刚又看到了陶本和这个等于说绿营比较御用的记者他要讲说，这个国防部也证实现在解放军的这个海军的兵力呢，在西太平洋跟台湾周遭有明显的态势不仅对于台湾尝试全面封控以企图达到区域拒止外军。那主要就是可能是美国的联盟军那他们现在船舰数量也没有回应是不是真的突破90艘，但是数字非常惊人。也就是说，在第一岛链跟第2岛链之间，已经要传达把台海内水化。那今天其实还有大家关注到说，大陆设了这个空域有7个空域，7个保留空域就在他们的沿海，从上海一直到这个厦门这一带所以这个沿海画了7个空域，同时之间还有正在进行第一岛链。换句话说，已经不是我们以前这样子想法说这是绕着我们现在他们已经在进一步演练，就是说怎么样在这里画下这一道区域拒止的第一岛链的军演，画下这一条红线，让其他来自美国或其他的力量是没有办法来介入的。那另外呢，像中国大陆又扇了美国第3巴掌。我们节目上面讲说上次就扇了2巴掌，结果又来了第3巴掌，是挥向谁呢？挥向了辉达。那来看一下
北京现在要祭出反垄断调查，也让这个辉达的股价下挫，美国的股市也是收跌了。那辉达的市值一夜蒸发了6400亿人民币，那包含了这个美股的7姐妹当中，辉达是跌最多，跌了2.55哦。Meta 呢，它是跌了1.6%，Amazon 它是跌了0.4%哦。这样子的一个蒸发的速度也登上了今日头条的今天的第1名。第3巴掌是怎么数的呢？一开始是在12月2号的时候啊，来看看美国只是祭出了第3波晶片禁令，对于140家，有人说136家哦，这个中国大陆的企业列入黑名单。马上的3巴掌的时间就这样子一掌一掌挥过来。12月3号隔天，他就立刻宣布了这个嘉者替对美的这个反制，就是出口的反制。再来12月5号的时候，又制裁了13家美国的军工企业，就是说跟台湾有军售相关的企业跟高管呢，开始进行一波反制。隔了1周的现在呢，也就是7天之后，又再来反垄断调查，一掌一掌接一掌，3巴掌挥下去，可能还没完哦。所以看出来，中国大陆已经在川普上任之前准备好跟你拜登缠斗到底，也给川普有一点下马威哦。那再来，美国智库讲说，这就是一种报复啊！你们怎么可以这么做呢？啊，不然呢？不然呢？那不是报复是什么呢？我们节目都看得出来这是报复，还需要你智库讲吗？所以就感觉好像好像有讲跟没讲一样。那你们到底准备好没有呢？华尔街日报讲说，这个是向川普摆下了擂台啊，所以看起来现在这个角力在川普上任之前已经还不到，就倒数1个月多的时间，已经是拉开了序幕了。那另外一个战场在电动车，现在全球新能源汽车的销量前 Top 20已经出炉了，冠军是谁？比亚迪，是特斯拉的4倍哦，所以这个包含了比亚迪也好，还有你看到了其他的一些大陆的电动车也好，哇，这前10名里面有占了5个名次嘛，那其他的特斯拉也被挤到后头啊，甚至是韩系、欧系、日系、美系通通在里面都是这样子，占有1席之地啊，真的是这样，就20名里面占1席，所以真的是很难比拼哦。那小米我们昨天讲说，它甚至赢过了日产嘛。丰田嘛，那结果小米再下一城，他昨天发布了新的电动车，叫做 U7 哦。它原本上一个是叫苏7，现在推出了 U7，所以说这个外形非常像法拉利哦，跟这个意大利车厂法拉利的外形非常相似，人家叫做法拉米，所以就是很时尚的外形哦，也是符合小米的这个电动车的一个风格。那还有。马斯克他说他现在要下狠手了这是天风证券的董事赵晓光讲说，这个入场不能太得意因为马斯克还没下狠手如果呢特斯拉一旦免费开放了电池专利的话，中国车企将会全部倒掉光喊有用吗？真的有这么厉害吗？我们来问一下将军怎么看？首先我先回应一下川普的回应川普他就是已经在走全球不想做警察的角色了，他在往内收缩了，所以说这个时候问他要不要负担台湾的安全，你显然是问到于盲嘛，所以他不方便讲，他不讲。第二个，他跟普丁跟这个习近平都还有交情，商人做生意他绝对是打打谈谈，但是绝对不会断交的，对，因为你总是要保情面，下一波好谈嘛。所以你看他寄出来这个高关税的问题，那就是跟普丁也好，跟习近平有的谈嘛，就是怎么样双方都能够获得自己最大的利益嘛。所以你这样联动到看这个制裁，美国已经宣布那么多制裁，又把制裁的狠将拿来当这个外贸的部长嘛，那个海泽对吧？很厉害。那中国大陆当然有回应嘛，什么稀土管制啦什么的。但是问题，贵重金属美国准则损失30-40亿嘛，就主要的东西它有的还有2年库存量，所以这个反击的力道还不够大，所以现在又把辉达禁止，因为基本上来讲，双方的关税这个仗打起来，因为美国市场是大，而且中国的商品要输美的很多，所以中国容易受伤。那但是就是说。川普又希望俄乌战场上中国又可以帮点忙，所以这个东西大国领袖有交情，我们这个当棋子的台湾就很容易被卖掉。
第二个，我们看这一次这个海上这个所谓保留区，有人硬是把它带到什么赖清德出国的什么立宪 C、立宪 D， 根本不是的。它这个90几条船里面包含有海巡舰只，有军舰，就把这个大陆东南沿海的海域啊，它都宣布我有管辖权。因为未来很多，譬如说日本、韩国跟菲律宾跟中国大陆的纠葛都是灰色作战，不是两面实力上军舰对军舰硬打的，不是。但是中国大陆把这个区作为一个演习区，就是说这块地区我要防御拒止外来的干预，而且还要配合灰色的这个战争，比如说渔船的问题啦、越界的问题啦、岛屿的问题啦，所以海巡舰也在里面扮演一个角色，就是说他在这边有执法权。那也就是那句话讲的没错，他把这里当成内水。所以你看整个划的区域里面，台湾只占下面的一小块。那么大一点的海域呢，是包含日本这边，因为这边将来可能的问题比较多，因为拒止战争，海上的战场也在这一块，所以除了它飞弹的拒止线以外，现在海军也展现它海军在这一块水域里面，它有执法权。有能力打退任何的入侵，所以这个地区还留了些航空通道，这个国际航线不能阻碍嘛，所以这个问题只是一个宣示性的东西，不必把它引来。哎呀，又是对台湾威胁什么？我说那不是的，因为它从飞弹的拒止线的威力，人家是看不到嘛，只是看它性能。但是海军到这边活动的时候，海警船配合活动的时候，你就知道。他有执法权，他有执法能力，他有执法的准备，所以各种演习都在这边这么大片海域里面他在做。好，来请教苑老师。我刚刚看了一下哈，那个就是说是这个联合报跟这个自由时报他们针对这个川普的访问稿所讲的内容啊，做了不一样的解读，实际上是有心的了，因为实际上川普本身他在1月20号上任的时候。的确引发了非常非常多的人啊，不单单是台湾人，连大陆人，连国际友人，尤其是欧洲人都非常非常紧张。因为我看了一下他在 NBC 接受采访的时候，特别谈到北约的问题的时候，那个问的问题都是非常犀利啊，就是说你在什么情况下会，就是说不参加北约了哈？因为北约如果没有美国的，等于这个联盟就结束了这种感觉。那么这个川普本身来讲的话呢，他的打法跟以前一样，他就说你们要不要付钱嘛？啊，这个川普讲说他计划增加到叫欧洲人付6000亿哦，他讲了600 billion 啊，他讲得非常清楚。所以在这种情况之下的话呢，大家可以了解到川普的考量各方面是以生意人的考量，生意人考量当然不会讲说我从来没有说过要保台这句话，因为他讲这句话的话呢，等于食言。我特别注意到，川普本身不喜欢实验，因为当时在采问他的时候，问他讲说，你第一个签署的命令的时候，我听到2点是比较明显的。第一个的话呢，就是把所有的这个非法移民全部送走，如果你家里舍不得分开，你就一起走。这个是他讲的，我第一个要做事。那第二天他讲说，我曾经讲过，我第一天马上要做的事情，就是所有这个2021年的1月6号，所有被关到现在那些人要全部特赦啊。他也讲过这个第一件。我觉得川普本身讲这个事情的话，给人那种感觉就是说，他说的想法不管有多么戏剧化，不管有多么的商业化，但是他会说到做到。那台湾这边的事情他没有说到的话呢，对于这个台湾当中有非常多的人指望美国来帮助美国人来台湾替台湾打这一仗的人的话，会感觉到非常紧张。所以我觉得《自由时报》这样的写法也算是无可厚非了啊。不过我倒是必须要强调一下，有关于这个商业回报付的事情的话，我觉得这个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讯息啊，我们把它当成一个讯息来看。为什么呢？因为原则上的话，美国长期来讲不是用关税啊，就是用这种打压啊，就是用这种抵制啊，就是让这个中国本身来讲到面对发展的困境。现在中国反来，而且一下子出这么多，基本上看得出来是非常有效率的。第一个的话呢是这个稀有金属啊，锗啊、镓啊、锑啊这个出口。不准出口了，然后这个重要的，然后第二个的话呢，就是说是制裁美国人的人，然后第三件事情的话呢，就讲得非常清楚，就针对英伟达提出制裁。那么这个是一个非常重要的讯息，大家可以看到，就是说基本上6年的打压下来，完全准备斗争了。好，来请教赖老师。我觉得川普他在第一任的时候，他听信庞培奥等他们的意见啊，因为他没有经验当总统，第一次当总统，所以呢，他一直在打台湾牌。打的这个中美之间的关系也很紧张，
他上台了以后，他很明白的就讲，他不会碰这个问题，所以他根本不想处理台湾的问题，也不想去碰。这也就是为什么当他跟习近平打电话的时候，台湾的问题都不去谈了，他要好好的理他自己跟中国大陆之间的关系。我觉得在这个部分呢，民进党的希望啊会落空啊，因为希望自己让美国人当成棋子，当成一支牌来打的这个希望一定会落空，因为我看起来川普的目前的一个做法应该不是啊，要用台湾牌来打，然后逼着中国大陆跟美国交易啊，或者是妥协，我想这个可能性并不大了啊。那因此想把台湾卖掉当棋子的，我觉得你们的痴心妄想就算了啊。那因此，所以您看到那些绿营的媒体，他所下的头版啊，都好像又把宝压在这个川普身上，压在川普的保护身上，那简直把我们台湾人的安全、和平跟稳定啊，置于一个危险境。怎么可以把我们的安全加在别人手中呢？尤其这个人啊，这个反复无常、不可测，哪一天他是把你卖掉了，那你怎么向我们台湾人民交代？另外一个，我觉得这也是绿营的政府他们目前在操作的，就是啊，说解放军的军演100多啊，或者那个战舰啊，90艘的战舰，然后呢，这个军舰60艘，然后警舰30艘。可是问题是我马上就看那个共同社，日本的媒体没有这个新闻。日本的媒体通常比我们台湾更早知道航母走到哪里。那么这么多的战舰有没有穿过宫古海峡、与那国岛啊？有没有穿过？因为你要出去都要经过这个部分里面。各位你们去查查看，都没有。都没有的情况，怎么会突然间出现这个东西呢？然后航母有没有出来？没有。这个导弹目前来讲啊，这个大陆的导弹驱逐舰跟护卫舰加起来，总共也不过就是151艘左右，潜舰不算啊。那如果我们以现在的情况来看，333制，你1/3用在维修，啊，也就是保养这个部分，那你能够用的大概就是100艘。100艘，你还有在南海的舰队，还有北海的舰队，然后还有训练的1/3。你执行任务的1/3，它还有一些舰队事实上在非洲。你说倾巢而出60艘的战舰，在台湾的四周构成了一个，结果美国也没看到啊，日本也没看到啊，菲律宾也没看到。菲律宾跟美国在巴丹岛设一个这个监视站，每天穿越这个巴士海峡的也都没看到，我都觉得好奇怪。大陆公布的这个空域的管制，这是很早就跟国际民航局通报了，说我们这段时间会有演习，所以国际航道要作为一些调整。这个是不是情报？这是早就知道的事情。结果，而且都是靠大陆这边，对，而且靠北边，这么大的海域有几条船？你把这个数字一分开来，你以为都围在台湾周边了？所以没有啊，所以你看到民进党到底在，你的意思就是假新闻。民进党到底在炒作什么？先找一个跟民进党长期合作的女性的《金融时报》的，然后从那边登出来，路透社在转载，然后 CNN 再转载，转到台湾再转载，外销转内销，厉害吧？佩服。扩大去。好，我们先休息一下，广州马上回来。你不用。